体长仅3至7毫米，却惊动我国9部门联合部署防控，已经遍布半个中国。连行军蚁都不是对手的外来入侵物种火红蚁，到底有多可怕？又是如何成为最可怕的生态杀手的？你知道吗？在拉丁名中，红火蚁的意思是无敌的蚂蚁，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红火蚁个头虽小，体长仅3至7毫米，其中数量占比较多的各级工蚁平均体长更是只有3.84毫米。但是它们却性情凶悍，擅长群体攻击，在我国没有天敌。它们不仅拥有强悍的上颚，而且尾部还有蛰针，能够分泌毒液进行化学攻击，并且红火蚁的蛰针并不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蜜蜂那样攻击之后会被带出体外最终死亡，而是能够重复利用，毒囊中的毒素也可以再生，因此能够进行反复多次攻击。而最早遭受红火蚁入侵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曾将红火蚁与当地的18种本地蚁类进行了战斗力对比的实验，而结果显示，在这18种本地蚁中，有13种蚂蚁的战斗力都大大不如红火蚁。例如大名鼎鼎的以凶悍著称的行军蚁中比较常见的暗胸内瓦蚁，其与红火蚁的战损比就高达6.2，也就是说，平均每1只红火蚁死亡，这种行军蚁就要付出6.20的代价。还有一些猛蚁、切叶蚁的战损比竟然高达15以上。在这13种战败的本地蚁中，战损比最高的达到了难以置信的28.15%，而其他战胜的5种蚂蚁几乎全部是以体型和坚硬外壳占据优势，并且这5种蚂蚁在野外的种群数量要远远低于红火蚁，在自然界与红火蚁根本没有一战之力。红火蚁适应性强，繁殖能力惊人，一只红火蚁以后每天的产卵量可达800枚甚至上千枚。红火蚁随便一个成熟蚁巢中的种群数量最少也在5万只以上，大多在20至30万只之间，最多可以达到50万只。红火蚁惊人的战斗力、极强的适应性和庞大的种群数量，为它们成为最危险的生态杀手奠定了基础。红火蚁的危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降低物种多样性，破坏生态结构。红火蚁食性很杂，几乎不挑食，在入侵某地后，不仅会将当地的其他类型蚂蚁赶尽杀绝，而且还会将蜘蛛等益虫消灭殆尽。无论是各种昆虫、节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还是一些小型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鸟类以及它们的卵、刚出生的幼崽等，红火蚁都能够捕食。即便是一些大型动物，也会因为红火蚁的叮咬而造成感染、伤痕遍布等，继而造成该种群的数量大幅减少。有研究数据表明，遭受红火蚁入侵的地区，当地蚂蚁的丰富度和多样性会下降70%甚至90%以上，节肢动物物种丰富度下降60%以上等，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极大，甚至就连养殖业中的猪、牛、羊等也会因为红火蚁的叮咬而不能正常发育。红火蚁的第2方面危害则是在农业生产上，红火蚁可以说是荤素不挑，它们会直接取食、刮啃、搬运和丢弃农作物的根茎、嫩芽、种子和果实等，能够危害50多种农作物。例如在红火蚁泛滥的地区，茄子产量会下降50%以上，向日葵、马铃薯及一些绿叶蔬菜会减产40%以上，绿豆减产30%以上，大豆减产20%以上，玉米减产14%以上等，还会间接增加干果、酿酒等产业10%至40%的成本，对农业生产、粮食安全的危害极大。第3方面危害则是破坏公共设施。由于电磁场对红火蚁有隐聚作用，因此红火蚁常常入侵电气设备，如电表、电话总机箱、机场跑道指示灯、空调等，进而造成电线短路、起火、设备故障等。红火蚁甚至还会危害水利设施，不仅危害公共安全，而且每年都会因此而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最后，第4方面的危害就是危及人类的身体健康。红火蚁的毒液中主要是水溶性蛋白、乙酸和生物碱等，被叮咬后，行者会感到灼烧般剧痛，出现水泡、化脓、细菌感染、荨麻疹、呼吸困难等，严重的人甚至需要植皮。而对红火蚁毒液中的有毒蛋白过敏的人，可能会因此而休克甚至死亡。而红火蚁的危害虽然早就引起我国重视，并严加防控阻截，但是红火蚁的防控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目前世界各国防治红火蚁的手段普遍都以化学防治，也就是投放毒饵剂为主，但这样做不仅会污染环境，而且效果并不理想，红火蚁反而会因此产生抗药性。所以红火蚁现在仍在以1个省份1至2.5年的极快速度
在我国传播着。最早于2004年在广东省首次被发现的红火蚁，截至2021年年初，已经由南向北传播至我国12个省份、435个县市区。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红火蚁将在2050年左右遍布几乎整个中国。现如今，一些科学家正在尝试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来控制红火蚁的数量，例如引入一些能够与红火蚁相抗衡的其他蚂蚁。但是事实表明，战斗力比红火蚁强悍的种群优势却不如红火蚁。战斗力强悍又有种群优势的，其生活环境却与红火蚁不交融。此外，还要担心因生物防治而造成2次生物入侵的事情发生。因此，红火蚁的防治仍是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一个难题。最后问题来了，你知道哪些比红火蚁战斗力强悍又有种群优势的蚂蚁吗？